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新年新特輯，2026年馬年馬到功成。來，我們繼續講我們接下來的3個雞、狗還有豬，然後又多一次歡迎我們的 Chris 師傅回到我們的頻道，給我們大家分享2026年的運程。OK，Let's go。那麼這一集就是講屬雞的吧。來吧，對不對啊？那麼先恭喜屬雞的朋友吧，屬雞的朋友在馬年是桃花非常的旺 ，OK， 沒有問題，桃花朵朵開先祝賀他們嘛，尤其是女性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就有太陰入命，太陰是旺女人的，所以呢，這個屬雞的女性在馬年呢，就是太陰星入命，桃花朵朵開。這個女人貴人特別的多。那麼我們先不要講星了，我們先講屬雞人的特性吧。據我所知呢，屬雞的人呢非常的專一，不懂你認同不認同？我前男友7年那個是屬雞的，對不對？是很專一嘛，對不對？我從來不會擔心他去劈腿啊，這樣子。我們分手的原因也不是因為他出去偷吃還是什麼，就是性格不合吧。其實屬雞的人他是蠻浪漫的，還有嗎？其實他是蠻浪漫的，對另一半蠻浪漫。但是屬雞的人他就是一成不變吧，可以這樣子說嘛，有點就是沒有新鮮感嘛，是這樣子吧。他因為他屬雞的人，他能夠專一之外，他打一份工也好，他也能夠10年如一日，就是不換工的。他真的是在同一家公司做了15年。对啊，对，就是直到他被裁員才被迫離開。对，这個是屬雞人的一個，可以講是優點吧，也可以講是缺點，因為屬雞人他就是這樣。然後呢，屬雞的人呢，有個講法就是說他自得其樂嘛。對他們的要求好像比較低。然後淡泊名利，然後呢，他們會想要堅持跟熱衷追求自己的夢想跟理想的。是的，對自己的東西特別的去執着吧，可以這樣子說吧。然後呢，屬雞的人是不善於理財的，你的會這樣嗎？他因為是本科，他的職業性要求他就是要專業的去理財，所以他理財會比我會嗎？這個屬馬的好很多。是嗎？因為我遇到很多屬雞的朋友，他很會算錢，但是他的銀行永遠是赤字。他挺有錢的，他銀行永遠是假。OK， 那因為我遇到的是永遠是赤字，但是很奇怪的，銀行赤字，但是還是有錢能夠渡過難關。而且他銀行是7位數以上。哇，那你那個屬雞是另類的吧？另類，比較特別的，你要去把它追回來了，應該要不然你這個就7年富婆了嘛，對不對？7位數嘞。那麼我們就這個剛才說了屬雞人的一個特性嘛，一個他的這個性格嘛。那麼我們接下來就講這個屬雞的人在馬年的運程。剛才我說了嘛，這個屬雞的女性在馬年是非常的好，因為有太陰星入命，所以呢還有加上天喜啦、福星啦，這個紫微龍德星也來嘞所以紫微龍德星我聽過，這個是非常厲害的，非常厲害的一個大星。所以這個紫微龍德星一來呢，所有的凶星都不成氣候掉了。對的，他就跟他化解掉了。所以呢，這個屬雞的人呢，在馬年是元神光彩，人形光彩，去到哪裡都好像帶着一個王冠這樣的主角光環。對，有一種很好的光彩的出現在人群當中。所以呢，他在馬年來講是非常的好。如果這個屬雞的人在馬年他想拉滿天香啊，結婚的話呢，對，或者求婚啦、訂婚啦，或者是連理的結婚的話呢，在馬年是非常的適合，因為這個我們叫做什麼子午卯酉嘛，所以呢馬年也是桃花年所以呢這個屬雞的人在馬年呢就能夠遇到真命天子，也能夠結連理結婚因為天喜星到嘛，所以還是喜事的多辦喜事。那如果你是已經結婚了的話，那怎麼辦什麼結婚紀念日吧？那沒有結婚的呢？沒有結婚的話就辦生日就是因為天喜嘛，對不對？就請朋友這個就辦生日會那麼年長的60歲以上的叫拜壽
祝壽，60歲以下的叫生日啊，你不要人家50歲跟人家講啊，祝你壽比南山啊，那個是糟趕鬼的。哦，原來你要60以上，對，60以上才稱壽，60以下還是生日快樂啊，所以大家要學起來。這個屬雞的人，所以在馬年來講是非常的不錯，但是只是有一個病符星進來，病符星進來就可能就是因為太開心了，天天吃吃喝喝，吃得太好了，所以就病從口入。哦，所以要注意飲食。對，所以就必須要注意飲食啦、腸胃啦等等。就是說，這個病符星進來，就可能就是小病小痛吧，那個不成氣候的，就時常就是會被這種什麼感冒啦、傷風啦、咳嗽啦被干擾的，就是這個在這個馬年會比較會有這個狀況出現的。那麼呢，要怎麼樣去化解呢？這邊就我有特別去整理一下，生於在這個春季，就是春天的人，就是2月8號到5月4號之間的。屬這個雞的女性，還有這個生日在夏天的5月5號到8月7號夏天的女性，這兩個，一個春一個夏，是怎麼樣去化解，然後能夠增旺自己的運氣呢？就是去戴腳鏈，到金店去買腳鏈，買一個有鈴鐺的會響的腳鏈，戴在右腳，這個能夠壓煞。壓小人也能夠化病符。那麼男性的話呢，就可以戴金的戒指或者是槓表，而且是圓形，圓形是金的，還有講究圓形是金的，那最好戴 Omega， 戴 Rolex 就可能就不會病了這個就病符來了，你這 Rolex 一出，病符星就會化掉啦，對不對？其實男孩子能夠戴戒指跟戴表也是一種氣運尤其是這個八字非常的熱。不夠金跟不夠水的這個屬雞的男性跟女性都必須要有這些我們說的首飾吧，但是金飾以金為主來提升自己的運勢的。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講這個神奇的生肖密碼啦。屬雞的人呢，遇到屬鼠跟屬馬的人必會有桃花心動，那遇到了這個屬猴跟屬老虎的就會有是非官非。這個大家要特別的注意。遇到屬牛的話呢，這個可能牛的就是你的貴人能夠幫助你，就是說一臂之力的。那麼遇到有這個羊的人呢，這個就會有就是有傾向於宗教性，可能你平時沒有什麼接觸宗教的，那可能你那個屬羊的人，他就跟你講這個什麼什麼宗教的這樣的，你就會莽莽撞撞的就會跟他去了，這樣子就會有這種的特殊的密碼產生。這種能量產生以上這個就是屬雞朋友的運程。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講一個，就是誰呢？就是狗。我遇到很多屬狗的人呢，一生的運氣都不是很好真的嗎？起伏很大。然後屬狗的人他們有一個性格，不管是男或者女，他們都很享受戀愛的時光。結婚了之後，他還是認為自己沒有結婚，還是在戀愛，好奇怪。他們很享受戀愛的感覺。這是狗的天性嗎？對，我之前遇到一個 auntie 來找我算命的，她60多歲了。我跟你講，她跟她的老公就爹爹哈尼的，你知道嗎？這種非常恩愛的，他們還在覺得自己不是在結婚了，所以要他們還是在找狗處於是戀愛的，所以這個還是蠻浪漫的。但是屬狗的人，他們是比較悲觀的，他們會想太多，然後給自己很多的壓力。但是屬狗的人一生非常的忠誠，然後呢，非常的勤勞，喜歡工作，然後很多事情都是親力親為，不會半途而廢。然後呢，很容易被人誤會而受委屈，然後呢，偷偷的去哭。他做好事被人誤會是壞事，冤枉咗佢啦，少委屈啦，你明沒有？這個是屬狗人有狗難言。這個屬狗的人很容易遇到這一種的狀況。那麼屬狗的人來到了這個馬年的運程是怎麼樣呢？就好像有一點點天公不作美吧，這個凶星好多嘞，有烏龜啦，有這個白虎啦、官府啦、天狗啦、劍鋒等等，哇，就小人很多來障礙他然後讓他破財。所以呢，屬狗的人在馬年雖然是叫什麼三合年，但是因為凶星好多。
沒什麼吉星，所以呢那個力量不大，所以就要破財了。那麼呢，要怎麼樣去提升自己的運程呢？屬狗的人在馬年就要找屬兔的朋友啊，因為跟這個屬兔的來講，就是狗兔是六合嘛，所以用六合的力量來提升自己的運程，或者是可以擺一個兔的擺件，或者去找一些兔形狀的鎖匙圈，或者是一些首飾放在身上，來增加自己的六合的力量，把貴人招進來，然後這樣子的話就能夠逢凶化吉。然後呢，在這個馬年裡面，只有是在冬天出生屬狗的人，運氣是比其他屬狗的人來得更好。就是冬天出生的，就是11月8號到2月7號出生的西曆啊，我說的，這個屬狗的人，相對於其他屬狗的人來得好，運程會來得好。接下來我們就說了，這個屬狗的人的這個12生肖的神奇的一個密碼啦。屬狗的人遇到屬鼠的會為困局，走不出來了。遇到屬鼠的人，他就會覺得這個屬鼠的人是管他的啊，他會聽他講，他會順從他。那麼遇到屬馬的話，他就會遇到得力助手啊，會對他是有一個產生一種助力。那麼遇到蛇跟豬的話呢，就是偏丁大喜，紅鸞喜事啊，就是會有這種非常結婚的好的啦。然後遇到兔的話，剛才我們講兔是六合嘛，其實兔也是姻緣，也是桃花幸事。狗的人在遇到狗的話呢，就是男狗會有權勢，女的話就會對另一半沒那麼好，惡死。那麼遇到屬猴的呢，就會有好運，會搬家或者是旅行。那麼遇到羊的，就是有宗教的心啊，有宗教信仰。就是、羊好像很喜歡做這件事，就可能屬羊的人就比較溫柔吧，溫和吧。啊，那覺得就是有好的東西就介紹你吧，啊，所以就是這個是你應該去做 MLM。所以這個屬狗的人，在這個馬年的運程，還有這個12生肖神奇密碼，的產生出來的一種力量啊，大家這個是能夠去參考一下的。好嘞。那麼接下來呢，我們講完了雞啦，講完了狗啦，接下來就是誰啦？屬豬啦。屬豬的人，好像在這個馬年好像是排第一的嘞。屬豬今年排第一嗎？好像是排第一的。哇塞！這個是排第一的。這個屬豬的人呢，是怎麼樣的？吉星包旁。屬豬的人，我之前有跟屬豬的人合作過，就是他們思維方式很天馬行空，然後非常勇敢，非常衝前鋒，是這樣嗎？其實我覺得我要怎麼說呢？要為肖豬的人或者豬抗議一下，因為人家每次喜歡罵人什麼都是用豬這個字嘛。或者鞠躬唇啊，鞠躬本啊，我跟你講，幫豬吃老虎就有，對，是不是？屬豬的人是非常聰明的，是吧？我之前就是有工作上跟一個合作夥伴，就是他就是屬豬屬豬人是非常聰明的，而且我跟你說，屬豬的人是非常的刻苦耐勞，而且不怕骯髒，不怕血。是的，我覺得他們什麼臟活累活都能，他們都可以做，對，而且沒有厭緣。其實屬豬的人是非常聰明的，記憶力非常好的，然後做事的效率比較高。但是呢，他們很多時候會3分鐘熱度，做東西有頭沒有尾，就性格是這樣。對，就是他們缺乏了一種行動能力，鬥志吧，可以這樣子做吧。如果他做了那樣事情，他遇到了失敗，他會比較容易氣餒。那麼但是後面有人給他支持的話，他又敢於去面對，再去嘗試。那麼呢，講到屬豬的人來到了這個馬年，是怎麼樣呢？他來到馬年的話呢，他的吉星非常多啊，有太陽星啦、天德、月德啦，然後呢有很多的這個吉星飛臨
然後呢，能夠把這一些不好的凶星化解掉。飛靈是什麼星？飛狼嘛，來了，飛到來我的命宮裡面。太陽一個已經夠了，就是它還有其他吉星啊，太陽啦、天德啦、月德啦，這個都是非常好的。哇，這個都是大的。對，都是好的吉星。所以呢，在這個馬年裡面，屬豬的男性來講，他有一個捲舌、口舌是非，很容易招惹小人，說話要特別的小心注意之外，官非呢？這個很難說，就是說。它是無星之事，那麼呢是有這個太陽星靈嘛？剛才我說了嘛，太陽星是對男性比較有幫助的，所以太陽星靈的話，那可能這個事情也會減弱了。但是我們還是要謹慎的去說話，還是要三思而行嘛。然後呢，這個屬豬的朋友。在這個馬年裡面，就是雖然有很多的這個吉星飛進來，但是呢，還是一樣要注意自己的財庫、理財方面啊，財庫方面都是要比較注意的。雖然說它在12生肖裡面，我們可以講是排第一的最好的，但是還是不可以掉以輕心，因為那個凶星、那些不好的星都會趁你沒有防範的，你覺得啊我很好了，沒有防範的時候，偷偷的偷襲你的。所以呢，還是在這個馬年裡面，這個屬豬的朋友來講，就是要做好理財這一方面，確保不要有被人家有機可乘。然後呢，因為也有天喜星的飛臨，所以屬豬的人在馬年呢，也是必須要笑臉迎人，貴人跟財神引進來。那麼講到了這個大惡之年呢，這個屬豬來講，就只有女性。有這個大惡之年，就是2007年20歲的女性屬豬的，跟1995年32歲的女性屬豬的都要特別的小心。然後呢，這個在夏天出生的屬豬的這個女性也要特別注意，接下來就是婦女上面的問題吧。婦女病就是子宮吧，就是下半身的這個健康要特別的注意。那麼呢，我們就來講到了這個屬豬的這個12生肖的特別的密碼嘛。這個屬豬的人呢，遇到老鼠呢，就會有桃花心事，就是會有桃花啦，會有這個我們說的這個特別的這個愛情的豔遇。然後呢，遇到這個龍跟這個狗呢，就是紅鸞心動跟天丁喜事。哇，這個兩個星都很好，不錯。對，那麼遇到這個羊的話呢，就是男有權威，女呢就是行客夫君啦，就是會特別的凶啦。然後呢，遇到蛇的話呢，就會一馬心動，就會忙碌，就會四周圍去浪去況。遇到兔子的話呢，就是有這個貴人相助，得力助手出現了，就是遇到兔的這個以上這個就是屬豬的在馬年的運程。好了，就是接下來呢，我們陸陸續續的要講剩下的6個生肖，包括了下一個是屬牛、虎。下個星期我們再繼續咯，記得點讚、收起來，然後 subscribe 等等。See you guys next week. 拜拜。如今的你是不是人生很迷茫呢？快來參加我是誰線上課程，一起來探討到這個世界的意義和使命是什麼。